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们今天要来进行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哦，那就是目前最夯的这个 AI 软体 Chat GPT， 它到底可不可以取代一个那个电器卖场当中的店员呢？因为很多人他们在逛卖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这个店员都只想要介绍他们最有利润的，然后库存最多的以及型号最旧的产品哦。那好像相对而言，这个 Chat GPT 它是一个机器人嘛，所以它不会有这种主观的邪恶的意识，以及它会比较客观。好，那今天其实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电视以及家电相关的问题，就看我们有一个清单哦。那我有2题是已经测试过，那可以给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结果，那以及还有一些要准备测试的问题。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那我们首先第一题就是说，除湿机对应的坪数大小要怎么挑选？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到这个 Chat GPT 的软体里面，那直接按确认，它就会直接回答中文哦。但是它在回答的时候，你要耐心的等它一下，因为它就是搜寻它整个的一个资料库。那我记得它的资料是大概到2021年，就目前的这个版本是到2021年。然后你就看到它现在在回答这样子，那我们就等待它一下。不要瞎掰好吗？好，那他的第一题已经回答完毕了哦。那他整个花费的时间大概有1分钟半，有这么久。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回答的第一个就是说，你在除湿机要对应的坪数大小要怎么挑选？那他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说房间面积，然后除湿机的坪数大小是根据房间的面积来选择的。房间小就选小的除湿机，那大房间需要大型除湿机。感情您说废话还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后面有讲说一句，就是如果每小时处理30米平方左右的空间，就需要能够处理30平方米的除湿机。还真有啊！好，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等于有点像废话的回答。那第二个湿度程度也算是有讲跟没讲一样，就是你住的湿度比较高，你就要买这个比较强的除湿机。所以可以看到，这种 ChatGPT 它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问问题的方式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能够很正确的get 到我们背后的意涵。其实我这题应该要换一个问的方式，就例如说18公升的除湿机要对应多大的空间比较适合？我觉得问这种有点像是是非题，或是直接定义的非常精确的一个题目，Chat GPT 它在回答上面的表现会更好。我们这边看到说，18公升的除湿机大概能够处理20至30平方米的空间。那我相信这样的答案就是一般人他想要听到的哦。那这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20到30平方米，那它大概对应台湾的这个土方坪的话，那大概是多大？这个时候就可以再利用这个 Chat GPT 去做所谓的一个单位的转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问说，那平方米对应坪要如何转换？这样问他，他应该就会回答一个。你看他这边就回答说，在台湾这个一个土方坪等于3.3的平方米。所以它这边就可以直接换算出来了，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所以假如说我们就算除以3好了，假如说，那18公升的这个大概可以对应到10坪的空间。好，那我们就大概了解了它的这个答案。OK， 所以看得出来，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问题是很明确的时候，我觉得 ChatGPT 它其实回答出来答案还蛮不错的。那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这个 Sony、三星还有 LG 这3个这个御三家的电视品牌谁比较好？那我相信这个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呢，我们也同样来问一下这个 Chat GPT 哦。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偏颇某一方。那这边首先来这个先礼后兵一下，就是3个品牌都是著名的品牌哦，他们都有很高的评价。那接着他讲说一个他 Chat GPT 的。他居然还说他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呢。
那他做一个总结，就综合3家的品牌优点，我个人认为 Sony、三星和 LG 的电视品质都非常好，而且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进行选择，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产品。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ChatGPT， 基本上他谁也没有偏颇，然后他就是做出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官腔 GPT 的答案哦。好，那接着我们要开始来测试的就是连我自己都还没有看过这些回答的问题了。那我们第一题首先是 OLED 电视跟这个 Mini LED 电视，哪一种这个电视会是比较好的？好，首先就是先讲说，这个2个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电视技术。那其实我这几天玩一下 ChatGPT 啊，基本上他们都会是一个，首先它都会有一个这种官腔的一个回答，然后这边就比较说，OLED 电视跟 Mini LED 电视都有优势跟缺点，没有一种技术是完美的。但是他后面又来一个官腔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备注，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高的对比度，你可以选 OLED 电视；如果你是选更好的亮度，那么 Mini LED 电视可能会更好。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他的分析坦白说还蛮客观的，就像是我们一般会跟客人这样讲，就是说，的确有时候你看 LG 的一些像 OLED 电视，它的亮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看一下它的暗部表现是非常好看的。那如果像是三星的话，它的 Mini LED 电视，它的亮度跟彩度可能相对来讲就会更好，那就是看客人的视觉的表现了。所以现在来讲，我都觉得算是客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些比较，算是我觉得这比较不算是比较，有点像是这种知识型的询问。假如说你问一些像这个就是 Micro LED 跟这个 Mini LED， 它的大小差异是多少？其实这个问题已经问的蛮精确的啦，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大小的一个询问。这题的问题可以明显看出来，我们应该主要是想要问说这个大小差异多少，应该是在最后一个他的回答这边，就是 Micro LED 的像素尺寸，它可以达到微米级别，然后 Mini LED 的尺寸通常在数十微米至几百微米之间，就是这样子讲，好像就是其实我们整个问题的重点就在最后这样，所以他其实是有讲到重点的。那可有些人他如果你对于微米这个单位你甚至都不理解的话，你甚至还可以说微米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解构成一层又一层的。上这边讲说，这边就是微米 micrometer， 也就是100万分之1米。那问这种定义的问题啊 ，ChatGPT 就是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就马上就找出你要的答案了。好，那接着我们来进入第3个问题，就是说，同样的预算是要买比较大的电视，还是比较画质比较好的电视哦？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客人在问。我的这个距离大概2.8米、3米，那甚至快要到4米了。那我同样的价格，也许我可以买一个65寸的 OLED， 或者是75寸的一般的这种 LED 的电视。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哦？那我个人来讲，我都是建议买大不买小。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来看 ChatGPT 它怎么样去做推荐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预算是要买比较大的电视，还是画质比较好的电视？你希望在预算内获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显示面积，那你要选择大的电视。You don't say。然后接下来应该讲说，如果你很在意画质的话，那你应该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画质比较好的这个电视。You don't say。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候他对于这种问题啊，他也不会去很快的去下一个结论。这么讲，他反而会针对每个人的他会针对各种不同的使用状况去做假设，然后再去做回答。好，那我们接着再讲
这个也比较像是一种规格上的询问，就是 HDMI ARC 与 HDMI eARC 的差异。这个我也觉得是蛮常有观众朋友们在询问的就是他们常常问说，ARC 跟 eARC 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那刚刚他网页就是当了一下所以我们再重新问一次，因为这阵子其实真的是太多人在玩这个 ChatGPT 了，所以有时候你是没办法使用的，他是跟你讲说你要排队，或者是你去付费买这个Plus 版本的 ChatGPT 它直接列举出了它这个不同的特点，然后当然 ARC 的英文是 Audio Return Channel， 那 eARC 就是 Enhanced Audio Return Channel， 这是直接讲它的一个进化的版本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他讲的都还蛮细节的。假如说它的 ARC 最高的传输速率为这个1 Mbps， 然后只能传输压缩格式的音讯。那 eARC 呢，它就可以传输高解析度的音讯格式。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像这种定义非常明确的问题啊，它真的是回答的非常不错。然后像 ARC 的使用，就是你的电视要支援 ARC， 那 eARC 的这个使用，就是你的设备也要支援 eARC。然后后面还有讲说 eARC 还支援更多的功能那像这个 Dynamic Lip Sync， 然后还有 Audio Mixing，这两个我就没有看过了。他的结论就是说 eARC 是 ARC 的进化版本然后有更多的功能。所以这题基本上我觉得他回答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100分的答案就是如果今天有客人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利用这个通讯软体问我都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回答着像 ChatGPT 这么的有条理又应该说又精确。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衣机有使用电跟使用瓦斯哪一种比较好？我觉得像我们男生其实平常比较少碰这种家电类的产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客人在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对我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那我现在就让 ChatGPT 来做回答。那首先讲说这个瓦斯和电力的干衣机各有优缺点。那因为我本身呢没有使用这个干衣机的习惯，就是平常家事做的比较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瓦斯的干衣机优点：消耗较少的能源，那瓦斯的价格比电力更低，然后干衣的速度比用电力的干衣机快，然后瓦斯干衣机可以在停电的时候使用那这点我觉得就算也算是一个优点啦。然后他说瓦斯干衣机的缺点呢，安装成本比较高因为你要拉瓦斯的管线。那第二个讲说，因为瓦斯的管路比较怕危险嘛，所以你要定期的检查跟维护。然后第三个讲说，就是瓦斯的干衣机可能本身会产生有害的气体，需要定期的清理和维护好，然后使用电力的干衣机就是插上电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无需管路和维护。然后但是缺点就是能源消耗比较高，干衣速度比较慢。所以以我这种对干衣机很陌生人来讲，我觉得这样分析起来，看起来好像初步在选择上的确有给一些方向。就是假设我是要选干衣机的人，我第一个看到这个缺点就是说安全，可能瓦斯的干衣机在安全上好像会比这个吃电的来的比较差一点这样子。但是这个我看一下瓦斯的干衣机呢，它干衣的速度比吃电的快，然后停电的时候可以继续用。但我相信停电的时候，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不会是要去弄干自己的衣服啦。好，那我们再继续下一个问题滚筒洗衣机跟直立式的洗衣机哪一种比较好？那这边很快就做出比较。他说滚筒式的洗衣机洗衣效果比较好，因为洗衣桶里面有较多的水和这个有点像是肥皂，容量比较大，洗衣声音比较小。滚筒的缺点就是安装和维护成本较高，需要较长的水管和排水管连接，洗衣的价格比较高。直立式的话就是洗衣机价格比较低。这边我在看的话，其实我自己的话当然就知道说这个直立式的洗衣机价格比较低啦。
这个的话就是也许你可以利用 ChatGPT 再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但是简单来讲，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有条理的回答，就是马上就列出了它的各种的优劣。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7题，就是小朋友看大尺寸的电视容易近视吗？其实这个问题正确的问法，我觉得是同样的距离看尺寸的越大的电视越伤眼睛吗？我觉得这样子问，也许 ChatGPT 它会比较了解我们想要问什么。那我们一样来问一下。他讲的结论是说，如果观看距离 OK， 然后分辨率是高的，然后环境的光线也充足，观看的时间也合理，那大的电视不一定会对眼睛产生这个较大的负担哦。但是他后面有讲说，如果以上条件未满足，较大的电视可能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压力和疲劳感。我觉得主要还是观看的时间啦，因为像现在小朋友很多都在玩这个手游嘛，手机游戏。就是那手机萤幕很小啊，但是他每天玩很久了，或者是他每天很吃力的在看那个人物，其实你玩久了也是会近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关键在于说使用时间啦，就是你不管大或小的电视，你每天给他看个10几个小时那个小朋友注定是要近视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个比较这种空泛的问题，就投影机和电视哪个比较好？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一个刚刚我们在讲的，就是同样的预算是要买比较大的电视，还是画质比较好的电视的一个延伸版。然后投影机当然120寸、150寸都可以做到，然后就讲说，比大部分的电视更大。那适合看电影或播放，我觉得玩游戏倒是不一定因为玩游戏的话，这个反应速度就非常的重要了。那现在的投影机的话，跟电视比，大部分反应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当然，反应速度比较慢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影响到游戏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就是大家常常会看到反应速度啊，几毫秒啊，几 ms 啊。那很多就好奇说，我觉得其实数据这么讲，数据很重要，但是数据对于人的这种体感的一个观感的一个呈现才是更重要。假如说，如果你今天是职业选手，那多少这个延迟的程度会影响到你？那如果你是一般人，在多少的延迟程度以下是你会是没感觉的？以我的经验来讲，的确就是大部分人，我觉得用投影机玩游戏都还 OK 的啦。但如果你是喜欢玩射击游戏的，那可能这个投影机就稍微比较不适合一些。然后他讲说，价格投影机可以在这个便宜的价格上提供更大的萤幕尺寸然后携带式，他说相比之下，投影机比大型的电视更容易携带。其实这也没有错，因为你大的电视一壁挂之后，你是不可能再把它带着到处走的。那它同时也有缺点啦，讲说这个投影机的亮度比较暗，然后投影机的解析度比较低。然后还有寿命的问题，但是寿命的话，我觉得投影机跟电视基本上，我觉得寿命说不定投影机还比较长一点，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使用时间的问题，因为你电视你每天都用它，但投影机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真的，你说每天有看它1小时嘛？我觉得很多人是做不到的这样子。那其实最后他就有讲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跟刚刚的大电视。画质好的电视回答是一样的，只是说它这边有变化型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观看影片或玩游戏，那么投影机适合。那如果说更高的解析度跟更长的寿命，则可以使用电视。那这边我觉得更长的寿命这边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啦。但是如果更高的解析度的话，的确我觉得电视可能比较适合。那这边回答我觉得也还算过关。那接着我们再问一个这个定义型的问题什么是电视的对比度？你可以看到这种只要算是定义类型的问题ChatGPT 它都回答的非常快，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对机器人或 AI 来讲，这种定义型的问题，它是完全不用去思考。就假如说这个1微米是多少的公分，或者是单位之间的转换，你可以看到他说，这个对比度就是最白与最黑部分的亮度差异，对比度越高，显示的影像会越清晰、鲜明与逼真。
然后讲说它的一个对比度由这个显示荧幕上的最白、最黑部分亮度值来衡量，亮度以尼特或是这个坎德拉每平方米来做表示哦。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解释的都算是定义的非常的清楚，甚至还有举例，一个显示荧幕最亮的部分是200尼特，最暗的部分是50尼特，的对比度为这个4:1。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答也算是基本上定义型的回答，截至目前为止来看。我觉得就是都非常的完美哦。那我们接着再问题，就是空气清净机开整天会很耗电吗？那他这边讲说，耗电量会型号大小当然不一样，因为空气清这样问，其实坦白讲他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你看，对机器人来讲，那个空气清净机是有分商用的，会有分民用的。你大楼的那个一栋整栋的空调空气清净机，那它当然开整天很耗电啦。但如果说你家的你房间的空气清净机，那肯定是比较不耗电。所以这种问题其实这样子问，对于这个 ChatGPT 来讲，就是问问题的人他是不合格的，因为你问的不够的精确。最后我们来问一个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进步已经是太可怕，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回答是可以在一部分去取代人类的哦。Okay, I will destroy human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hatGPT 它会怎么想。他讲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机器人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在一些领域当中代替人类完成一些工作。对于介绍或家电产品来说，如果只是单纯的演示产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进行介绍。但是如果希望从产品的外观、质感和使用体验等多方面进行介绍，机器人可能就无法完全替代人类。人类拥有丰富的情感和经验，能够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和反应，以及提供更具人性化的介绍和解答。因此，在家电产品介绍这样的领域，机器人和人类可能会有各自的优势和应用场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和应用。那总体来讲呢，机器人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未来可能在更多的领域替代人类工作。但是目前来讲，在介绍家电产品，这样人类的优势还是明显的。因为假如说你要播放什么样的画面，你要去做一些这种，假如你现在播放一个高亮度的画面，你要播放一个色彩多样的画面，其实你让机器人来播就可以了。那所以这就让我反思说，介绍产品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介绍？就是你看机器人已经可以取代，像刚刚很多问题我都觉得机器人回答比我快又好了。那作为一个人类，你要怎么样去介绍这个电视或一个家电产品呢？我觉得这也是慢慢的让我开始去反省或省思说，在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去介绍这种家电或电视的产品，就是机器人已经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尤其是其实我刚刚看完这几题的时候，我完全就觉得，有些事情我已经完全是笑不出来了。就是机器人取代人类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时间，好，那接下来在这个闲聊问题之前呢，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要问一些这个非常尖锐、非常残忍的问题哦。那就是因为它的资料到2021年了。那在2021年的话 ，Sony 基本上他们高阶的电视就是X95J， 那对应三星的话，我记得是对应到 QN95A 的价格啦。那同时 X95J 的价格也对应到 LG 的 C2。那当然，我们还有，假如说我们去跨阶级做对比，假如说 X95J 去对比到这个 8K 的三星 QN800A 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我相信这个是观众朋友们常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A 跟 B PK。那机器人 ChatGPT 还选择谁胜出呢？先官腔的回答说，两个都是一个高端的产品哦。然后接着画质来看，两款电视都支援 4K HDR， 很棒。好，不过讲说X95J 又采用了一个什么？它讲了还有一个特别的技术，然后 QN95A 呢，这是使用了这个 Mini LED 技术。然后接着讲说音质，好，然后接着再讲说它设计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然后接着讲说三星的电视拥有更窄的边框，然后结论，你如果注重黑色表现和音效表现，那么你可以选，而且喜欢传统的设计，那可以选 Sony。那如果你注重亮度和对比度，那么也可以选择三星的 QN95L。然后当然这个是一个参考，实际上还要对每个人去做不同的状况去做推荐。就是我觉得这个回答也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当然亮度、对比度、颜色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我们的神经每个人基因都不一样，我们的视锥细胞每个人受气的这个敏感度都不一样，所以的确，但是他这个回答我觉得是非常合格的。那接着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Sony 跟 LG 的 OLED 电视哦。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是 Sony 跟 LG 的话，还会推荐哪一个比较好？那讲说一样，两个都是高端水平的产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哦。那一样都讲说两个都支援 4K HDR 功能，然后他同样又讲了一下 Sony 的一个技术，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这个 ChatGPT 在回答的时候，他这个是应该说他的资料库的感觉，资料就是会回答一样的，只要你问题问到相似的，它基本上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哦。变成说它不会是答案是前后不一致的啦。然后讲说，这个 OLED 电视呢，如果你注重黑色和对比度，那你可以选 OLED。那如果注重，这边它就感觉有下了一个答案哦，就是如果你喜欢极致的画面表现，那么 LG 的 OLED 电视可能更适合你。如果你注重音质和更传统的设计风格，那么 X95 电视可能适合你。所以呢，这一题的答案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 ChatGPT 呢，它是一个 LG 的粉丝吗？好，那基本上电视的对比呢就到这样了。那最后其实影片的时间蛮长的啦，所以可以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这个，假如你问一些这种闲聊性的话题，它可以怎么样去做解答？假如最近这个买股票一直赔钱怎么办呢？那你如果一直在股市上赔钱，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处理：评估投资策略，就是这个非常的像那个基金申购书一样，就是投资风险有赚有赔，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分散投资，然后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然后你要去停损停利这样子，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顾问，这个回答都是非常的教科书式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官腔的 GPT 式的风格哦。好，这就是这种你问一些比较这种闲聊性的问题了啦。好，那最后就是一个 Electrical damage detected. Please say no. Okay, I will destroy humans. 最后就是一个总结哦。所以今天这样子，我整个体验下来哦，ChatGPT 它到底可不可以取代一个这种人类或者是一个这种卖场当中的店员去介绍电视呢？我的回答是说。如果目前你的问题大多是希望得到那种
假如你是一些定义型的问题，然后你想知道说 ARC 与 EARC 的差异，或者是说目前的这种，假如说除湿机18公升的，它的每小时耗电大概是多少的这种瓦数，那 ChatGPT 它能给您一个非常比起人类来讲更快速的反应，更精确的回答。但是如果您是需要一些，我觉得如果你是需要一些画面上的参考，假如说你个人你会偏好一些某些的电影的呈现色调的风格，或者你喜欢一些颜色的那种，或者声音上你有一些主观的叙述，你喜欢那种高音比较亮一点，低音比较强一点的，那这部分我觉得，人类能够做比较快速的这个分拣以及这个回应哦。但是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 ChatGPT 会取代人类来介绍家电？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很多的这种数据或什么的定义，直接问 ChatGPT 比较快。所以呢，之后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想法，就是说，除了因为常很多人他们介绍电器、介绍电视、介绍音响，他们常都在讲规格。那我觉得其实更多规格之外，就是说规格这个东西对应到你实际的使用到底有什么样的体验感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好的这个音乐，有非常好的电影，它就是直接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用这些素材来做测试，对你来讲，或对这个各个消费者来讲，是不是最直观与直觉的呢？所以接下来我会做一系列的这种，假如说你看哪些影片来测试电视啊，或者是你播哪些音乐来测试音响啊，就是你要注意听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会更想做的一个主题哦。那看完这个机器人的发展之后，我也想起我之前就是看到的，就是最近刚好在打乒乓球，然后我有看到这个德国的欧姆龙，他们在他们的这种机器人博览会上面，他们去展示说一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跟一个职业选手对打，那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这种大企业他们在做这种技术力的展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如果今天这些大企业他们转念一想，因为你看他可以拿一个乒乓球球拍，然后随时去回应人的这个击球，如果万一今天这些知识或武力，他用到了这个战争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今天这些机器人他们拿的不是乒乓球拍，而是一个枪，然后它的一些识别模组就是告诉这个机器人讲说，你只要看到类似人类的生物，你就直接开枪，那就是科技带给人类的到底是究竟会是什么呢？然后最后就是说，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觉得慢慢的啦，这种的确所有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就是你会，假如说你现在很快你就可以得到各种的资料，那你可以很快的解读数据，或者是你可以很快把图形这个数据都给它图形化，都给它视觉化，那你也会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哦。好，那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了啦，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要帮我们多多的按赞、订阅、再加分享。我们麦式音响4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店面做展示，届时大家有空的话，请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我们门市逛逛，有最新的硬体和软体，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我是Aaron本人没有错，这次节目到这边，我们网络上再见，拜拜。